我是小米。这次要来跟你们分享的呢是算新手底妆全攻略。那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个主题？是因为其实在我开始拍片以来，非常多人会问各种关于底妆的问题，譬如说，我会脱妆啊，会浮粉啊，会出油啊，或者是一些底妆上妆的困扰，甚至很多彩妆完全的新手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去挑适合自己的产品、适合自己的粉底或是色号等等。那我今天就想要来一个完整的分享，就是希望大家在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可以比较有个概念，然后比较能够知道自己真的需要的是什么，然后顺便解决一些在上底妆上会遇到的一些困扰。好，那我预期这支影片应该会是比较长一点，因为我希望它可以有尽量完整的资讯，然后把我一些过去的经验分享给你们。那这次分享顺序就是我平常从保养到底妆完成的步骤，就是会边讲边上妆给你们看。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把头发夹起来，看起来比较清爽一点。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分享的呢，就是妆前保养。那我常常在很多实测影片或者是保养影片中都有提过妆前保养的重要性。它其实是在上底妆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前置作业。那对于可能还没有化妆经验太久的人来说，其实妆前保养可能会比较有点 confused， 说我到底需要使用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怎么样的会影响我后续的底妆的一些呈现。那简单来说，我们上底妆最常遇到的问题不是太油就是太干，不然就是某些部位又油又干。那其实不管什么肤质，不管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妆前保养第一个最大的中心目标就是你一定要做好保湿。你基本上你肌肤有足够的水量就可以解决大半的问题。那如果你今天本身是偏油性的肌肤呢，你记得保湿的产品最好选择是没有油分的，譬如说像这个屏幕宣言的这个保湿霜，或者是像 Kiehl's 的那个无油凝冻，就是它产品是标榜无油分，但是它是有保湿效果的，这个对于偏油性肌肤来说就会比较适合。那甚至有些人可能皮肤出油真的比较严重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在夏天或者比较热的天气换成更简单、更清爽的步骤。比如说你可能本来就是化妆水、精华液、乳液或乳霜，那你可能夏天就是简单用化妆水跟乳液就好了。但是记得，如果真的很容易出油的话，就是稍微减少你保养品成分中的油脂成分，可能会对于你后续出油状况会更减缓。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比较偏干性的肌肤话呢，其实我觉得保湿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是说你可能会根据季节去调整你使用的产品类型。比如说我在冬天可以用到比较滋润的霜类，那夏天的话，如果我不想要那么滋润、那么厚重的话，我可以改成比较相对清爽一点的乳液。好，那除了基本的保养程序之外呢，有时候我也会搭配像这种比较保湿的防晒产品，或者是像早安面膜啊，然后比较急救型的补水面膜，去快速帮我肌肤达到有充足的水分状态。那还有一个很常被大家忽略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会说，我妆前保湿已经做得很足了，妆前保养也做得很够，可是为什么我上完底妆还是会干，还是会有一些状况产生？其实这要回溯到你的夜间保养，因为很多时候你妆前可能你真的挑了对的产品，做了对的步骤，可是这个短可能10分钟的保养，并没有办法让你的底妆完美一整天。有时候呢，你夜间保养产品用不对，也是会间接影响到你的底妆状态。所以说，我觉得保养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你可能从夜间保养到你的妆前保养，都是要达到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才可以让你的底妆表现是更优秀的。那因为今天夜间保养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再讲下去真的就影片长度会破表，所以请大家去参考一些我之前分享过的保养影片。再来，关于妆前保养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很多人在上保养的过程中，应该会遇到起屑的状况，尤其是在擦防晒的时候。那其实起屑产生的原因还蛮多的，有可能是第一个你涂太多了，你的用量使用过多；再第二个是你可能是肌肤的角质层脱落导致起屑状况；再第三个是你可能在这个步骤还没有擦完全没有吸收完全之后，就直接擦下了一个步骤；再第四个情况可能是你保养品跟保养品之间互相起了化学反应。像你们可以特别注意，有些保养品中可能添加了增稠剂啊，或者是玻尿酸那种比较稠的质地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产生起屑的状况。好，那我现在就边保养边跟你们分享我平常是怎么样操作的。像我第一个步骤呢，我就会习惯使用保湿喷雾，那你也可以用化妆水去擦拭或轻拍的方式。那这时候你刚喷完，你脸上应该会残留一些水分，这时候不要急着直接擦下一个步骤，你可以先轻拍，让你肌肤有吸收饱饱的水分，然后吸收之后再做下一个步骤。再来，如果你今天跟我一样是比较偏干性肌肤的话，我会再加一个化妆前的前导精华，像我最近用的就是厚的这一支。
那千岛精华是可用可不用，有时候我觉得我肌肤比较干的时候，我就会去加强保湿。那它这个也有稳定肤况的效果。那你会注意我的用量呢？其实会是从两颊开始，一般来说两颊会是最干的，然后再慢慢往下巴、鼻子、额头，就是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稍微带到，这样你就会这两颊会有比较好的保湿跟保养效果。那我知道很多人白天出门其实是在很匆忙的状态下，你怎么可能一个一个等它步骤干，等它吸收？所以这时候你可以减少你的保养步骤，或者是说你尽量选择吸收效果比较好的产品。那再来像我自己是属于眼下会比较干，有一些小细纹的时候呢，我就会搭配这种更清爽的眼霜，适合在白天使用。像我最近用的就是兰蔻的这一瓶，我觉得它吸收效果很好。然后我在妆前使用的话，我之后后续上遮瑕、底妆、眼周也比较不会容易干燥。那我会用轻点轻拍的方式，一样要让它完全的吸收。那记得眼周就是不要太强烈去拉扯它，否则会造成更多纹路的产生。那最后呢，像现在天气比较热，我就会改用比较清爽的乳液，像我用的是这个 Free Plus 的滋润型乳液，它是比较纯保湿，然后如果你有一些敏感状况的话，你用它比较不会有过敏反应。那你会发现呢，我刚刚说保养乳有时候起屑是它跟本身的成分有关系，还有你的上妆的用量，我会尽量是少量多次的去涂抹，因为有时候你一次太多量的涂在脸上，它就很容易会有一些起屑的问题产生，尤其是会在这种发际线啊、下巴的两侧，所以涂抹的步骤、用量跟顺序都很重要。好，那关于起屑问题大部分都解决之后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定期的去角质非常的重要。因为我刚刚说其中一个造成起屑的状况，是因为你的角质层脱落嘛，那有可能是你没有定期做好清理角质、调理角质的动作，那导致于脸上会有一些堆积的老废角质。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容易跟保养品、化妆品打架，会产生起屑的问题。再来就是它没有办法让你的保养品好好的吸收，也会影响你皮肤中的一些水分跟养分。所以定期的去角质，请大家务必就是要好好的操作，根据你自己的肤质去挑选适合的产品。好，那再来上防晒。那其实防晒是最容易遇到起屑的状况。那大部分的原因其实是防晒乳本身它的质地，因为很多防晒它为了追求清爽，它不会添加油脂，它可能会改成添加玻尿酸。那玻尿酸我前面提到，它是属于比较稠一点的质地，它就很容易跟你前面的保养品打架。那像我自己皮肤是比较干，我就会尽量选择它的保湿效果比较好的防晒乳，或者是说当我当天想要上一些可能比较雾感的底妆，或者是比较持妆、比较偏干一点的底妆产品的时候，我就会选择这种比较有水分、比较滋润型的防晒产品。像我觉得理肤宝水就是滋润度还蛮高的，那对于后续底妆的服帖度也会有帮助，就不会更干。那有时候防晒乳中的水分被你的保湿霜吸走，也是会造成你起屑问题产生。所以最好是你上完妆前保养就赶快上底妆，才不会脸上本来的水分都被吸光光或是跑掉这样子。那反之亦然，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油性肌肤，那你就可以尽量选择比较干燥清爽一点的防晒产品，但是记得妆前的保湿还是要做足。再来第三个关于妆前保养重点呢，就是你全脸的干油状态不一，其实要分区保养。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觉得默默的其实也影响底妆还蛮多的。很多人可能拿到妆前保养就是快速赶快全脸抹一抹抹一抹，可是其实呢，我刚刚说，如果你今天一样是用一个保湿，那你应该是先针对你脸上比较缺水的部位，譬如说你的两颊，有些人混合肌是 T 字部位容易出油，那两颊比较干，那这时候你一样在上乳液，一样在上精华的时候，记得你可以先从两颊比较缺水的地方开始下手，然后用量可以多一些，那最后剩余的用量再稍微的带到V 字啊、额头啊、下巴这些容易出油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可以减缓你底妆就是鼻子爆油或者是冒粉刺的情况产生。那当然有太油状况，也会有一些比较干的状况产生，就是通常大家眼下可能会是比较干，所以我除了全脸保养之外呢，我就会针对眼下做一些比较小分子的保养产品，去加强这边眼周，然后或者是一些法令纹、细纹的部位。这时候呢，你针对你全脸的状况去做适度分区的保养的话，对于后续底妆上妆是会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在第二大步骤呢，我们要来讨论的是妆前乳。那妆前乳呢，就是在你妆前保养跟防晒之后使用。那通常妆前乳的功能跟目的性，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底妆前很重要的一个地基。那这个地基呢，是可以帮助你的底妆可以用量更省，然后你底妆的状态是更好，让你肌肤有一个尽量最佳状态去迎接你底妆产品。那通常妆前乳可能会分成几种，第一种就是它是主打保湿的，保湿
湿通常可能会是比较透明、半透明，或是像白色的乳液状。那保湿的妆前乳其实是比较适合偏干性肤质，它想要加强皮肤的滋润效果使用。那如果今天用的是比较保湿型的防晒，这种保湿型的妆前乳就没有一定要上的必要。但是如果你今天觉得底妆上了还是很干，你就可以在防晒跟底妆中间加一个保湿的这个步骤。再来第二种功能就是校正肤色，那通常它包装颜色可能会是这种粉肤色啊、淡紫色啊、淡绿色，那挤出来也会稍微带一点点颜色。那这些颜色的目的呢，叫做校正肤色，就是把你的肤色调成正常的状态。比如说你今天比较容易泛红，那你就可以用绿色来去校正；那你今天比较蜡黄的话，你就可以稍微用紫色去把皮肤校正。那后续在上底妆的时候，颜色会比较正确。再来第三个功能就是你可以改善肤色暗沉。那通常你可能会使用的是这种比较粉肤色，去提亮你肤色的气色明亮度。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选择这种稍微带有一点珠光，因为珠光有亮度就会有烹润感，那烹润感自然看起来就是会气色比较好一些，也会就是修饰暗沉的效果。再第四个功能是抚平的毛孔或细纹，那这个目的呢，是因为你在上底妆之前有点像是做一个填土的动作，那你把肌肤填平之后，你上底妆就自然可以更服帖，持妆度也会更好。最后第五个功能呢是控油。那其实控油妆前乳对于比较偏油性肌肤来说，在夏天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小角色。只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说，你今天不要为了控油而控油，然后不做任何的保湿动作。因为你控油做好了，你搭配足够的妆前保湿，你皮肤才会有足够的水分，但是也会相对抑制你皮肤出油，对于底妆的持妆度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通常这种控油效果或者是抚平毛孔细纹的这种妆前乳呢，它里面添加了一个成分叫做 silicone， 就是矽。那这个成分呢，你记得在涂抹的时候，譬如说你两颊毛孔，你可以由下往上，由内而外推。可是你在上鼻子或者是下巴的时候，记得最好是由上往下，就是顺着毛孔生长方向去涂抹。这个涂抹动作会影响到你后续底妆会不会出现白芝麻或者是上妆卡粉的问题。你顺着毛孔去涂，你肌肤的平滑度才会真正有提升有帮助。然后还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这类成分记得一定要做好彻底的清洁，比较不容易产生粉刺跟痘痘的情况。再来关于妆前乳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你全脸也是要分区搭配来做使用，你不要一味就是直接涂抹全脸，你应该是根据你脸上有需要的部位去做需要搭配适合的产品。譬如说我脸上会有一些暗沉的问题，那这时候我就可以选择这种比较粉色的妆前乳去提亮我的肌肤。那我不需要整脸涂，我就是大概重点的强调在我的两颊这个区块去增加气色感。那有些人毛孔粗大是长在可能两颊或者是鼻子，那这时候你那种抚平毛孔的妆前乳就只要涂在这个部位就可以了，不需要全脸都涂，这样也会让你后续的妆感比较不会那么厚重。那像有些人肤况可能不会到太差，你甚至可以像我现在上完了有点稍微校色作用的妆前乳之后呢，轻轻的铺一层蜜粉就可以完成底妆了，没有一定要上粉底的必要。那当然你觉得我想要更完美无瑕底妆，或者是我想要遮瑕力更高，你还可以到后续搭配粉底。好，进入重点，再来第三个步骤呢，我们要来聊聊的是粉底。那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可能是如何挑选粉底啊，如何选色号，或者是在上粉底的时候会有遇到一些困扰等等。那我今天就依序来尽量的帮大家做解答。那首先第一个，大家在挑粉底的选择条件，不外乎就是肤质适不适合你，然后你要使用的季节，还有你想要的妆感。那我常常说粉底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之分，只有适合跟不适合。所以我在分享一些粉底的时候，我都会用尽量客观的标准去分析说这个粉底它的特色是什么，然后适合什么样的人，不适合什么样的人。再来第二个就是如何挑选粉底呢？那我挑大家比较常用的粉底液这个类型去做分析。像我在分享一些粉底的评比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常常在打星星的那个分数会有3个面向，第一个就是保湿度，第二个就是遮瑕度，第三个就是持妆度。这3个普遍是大家在挑粉底中比较会需要知道跟最重要的3个指标。例如说你今天想在夏天找一个持妆度好的粉底，那你可以先以持妆这个目标去挑，然后你可能找到了几个选手之后呢，再从这些持妆度里去找我可能想要持妆度好，但是又不会太干的，然后或者是说我想要持妆度好，但是不要太雾面的，或者是我想要持妆度好、控油度也好的，去做层层的筛选。当然很难有粉底是做到完美，1年4季都可以用，然后不限肤质，没有这种东西。只能说你在不同的季节可以使用不同产品，然后有些粉底它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你可能可以借由定妆
妆或者是一些妆前保养、妆前乳去辅助它，让它尽量达到最好的效果。在关于粉底的第3个重点呢，就是粉底的色号、色调要怎么选。我想这应该也是蛮多人在买粉底中会遇到的困扰。那其实以粉底的色调来说，通常会分成粉色、肤色跟黄色这3种色调。那大部分人应该都是会比较介于中间的肤色调，但是因为我们是黄种人，所以有些人的肤色也会是比较偏黄一些些。那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测试你的肤色是偏粉还是偏黄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稍微看一下你手腕内侧的血管，或者是你脸上就是卸妆之后，你可以看一下你脸上肌肤透出来的血管颜色。如果是比较偏蓝紫色的话，你的肤色调会比较接近粉色一点点。那如果你透出来的血管是比较青绿色的话，你的肤色调会比较偏黄一些些。这是一个大略的判断方法。好，那大概确定你肤色色调之后呢，基本上如果你是肤色色调的话，你没有特别偏黄或偏粉的话，相对会比较好挑粉底。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黄肤色的话，我会建议你除了挑选尽量适合自己肤色的粉底之外呢，你也可以搭配一些提亮肤色的妆前乳，譬如说我刚刚说的粉肤色啊、蜜桃色，都可以帮助你的皮肤看起来有校正效果，肤色会变得比较不要那么黄，更接近肤色一点点。那有些人可能运气比较不好，就是我偏黄肤色，可是我又有泛红问题的话呢，记得你也可以在泛红的局部区块去用一些对比色，像绿色去做肤色的校正。那记得不要全脸擦，不然你脸上就会又黄，然后又擦了绿色，会变成有那种灰白的面具感。这都是一些上妆搭配的小技巧。那再来就是有些人可能在挑粉底的时候，我会想要看起来很白，反而去选择比自己肤色白很多的粉底，但是其实你擦的越白，你擦的离你肤色差越多，其实是时间拉长会有反灰，然后看起来脸会有脏脏的效果。所以如果你今天上了一个底妆，那个颜色你会觉得说，时间拉长怎么脸看起来脏脏的，可能这个颜色就不是那么适合你。那为了让有些人可以更快速了解什么是偏黄偏粉肤色，我拿了手边3罐粉底液，你会发现很明显，这个就是比较中间值的颜色，那这个颜色就比较偏黄调，这个颜色就比较偏粉调。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用血管去判断的时候，你也可以再把它擦在你脸上这边，就是你去试妆的时候擦在这边，你看哪个颜色3个比起来跟你的本身肤色是最接近，你也可以找到适合你色调跟深浅度的颜色。然后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去靠柜买粉底的时候，请不要使用室内光去判断这个粉底色号适不适合你，请把它移架到太阳光下、自然光下去照，那个颜色才会是最准的。因为有时候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开架，它会是白灯或者是黄灯，都是不正常的光源。那你在自然光下看会是最准确的，所以记得你在买粉底的时候不要太冲动，你可以先去确认一下这个颜色真的适合你，才不会买回家后悔。在关于粉底的完整度呢，其实上妆工具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之一。那通常上底妆会分成这种美妆蛋跟粉底刷，那没有哪一个好，只有你的喜好需求。然后像粉底刷，通常它的遮瑕力会比较好，那美妆蛋上起来会是比较清透。那操作上呢，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美妆蛋会是操作性会比较简单一点点。再来呢，上妆手法其实也会影响持妆度跟服帖度。我今天就拿一个我很爱的 MAC 这个超直妆无瑕粉底来示范。我自己习惯呢，正常的粉底是我会去用先挤在手上，不要直接挤在脸上，也不要直接挤在刷子上，因为如果你不是很会控制用量的话，刷子会让你比较刷不均匀。那我会这样轻点在两颊，不要一次点太多，就是少量的这样子去点。然后刷粉底的方向其实很重要哦，很多人脸上在上完之后会有一些白芝麻的情况产生，就是上妆的方向不对。那你记得脸颊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由内而外、由下往上的，把它推开。那额头的部分其实也是由内往外。那鼻子跟下巴的部分呢，记得因为毛孔是向下长的，所以你在上鼻子的底妆的时候，要由上往下，然后鼻翼两侧可以这样子由上往下稍微往内勾。这样子你试试看，可能可以改善一些上完底妆会有白芝麻的问题。那下巴也是，下巴的部分你也可以这样子稍微往下刷，顺着你的毛孔的方向。那另外一侧我用美妆蛋，用美妆蛋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先用水喷湿，或是稍微沾湿，它会更服帖，更好上妆。那一样是由内而外把它推开，然后
如果你今天上了一层，想要增加它的遮瑕力的话，记得是少量多次的叠擦，而不是你一次就是沾取很多的量。你一次沾太多的量，你脸上的服帖度会下降，你对于脸上的持妆度也会有影响。那针对比较容易脱妆的一些鼻翼两侧，你也可以稍微再加强。如果你今天用粉底刷，就是可以稍微按压的方式，把粉底牢牢的固定在鼻翼。那美妆蛋就可以用这种尖端去固定，或是眼下眼角的部分。那因为这瓶粉底它其实并不是那种纯雾面的粉底，但是如果你今天要上的是比较偏雾感的妆感的话呢，记得不要一次上全脸，或者是你把粉底直接上在脸上，因为有时候你脸上你还没有把它涂开，它就干掉的话，也会影响你的妆感跟持妆度。所以如果我今天上比较干的粉底的时候，我通常是半脸上完刷开，然后再另外上半脸，就是不要一次挤太多的量出来。那除了粉底液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底妆产品，像是素颜霜。我觉得素颜霜是比较偏向带有粉体的乳液，所以你在上的时候，它的滋润度是比较足的。不过记得使用素颜霜还是要卸妆。那再来就是气垫粉饼，也是很多人的选择。那我觉得气垫粉饼跟粉底液最大的差别，其实是在于它包装的不同，还有上妆工具的不同。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喜欢快速上妆的话，气垫粉扑搭配气垫粉饼这个特性，它对于新手来说，或是对于想要快速上妆的人来说，是会比较方便一点的。我要特别注意的是，气垫粉饼的特性跟它的成分，普遍会适合肌肤比较偏干一点的人使用，或者是在秋冬的时候使用。然后粉扑在使用的时候，记得要定时做清洁，才不会就是在里面养细菌。再也蛮多人困扰一点就是粉底跟粉饼要怎么选择。那其实就成分来说，粉底液的成分当然会比粉底相对复杂一些，因为它毕竟含有水分。那你在保存上，你比较没有像固态这么容易，你可能会有需要加一些防腐剂啊，或者是抗氧化剂、增稠剂等等。那当然这些东西不要听起来觉得哦防腐剂很可怕什么，没有，其实它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是说有些人的肌肤可能不一定可以接受这类的成分，所以他在使用粉底液的时候就会有过敏问题产生。那很多人说，我用了粉底，可是我很容易长粉刺、冒痘痘，怎么办？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粉底液本身的问题，可能是我前面提到你妆前保养，或者是你一些角质调理的动作，或者是妆前乳不适合你，导致于你上粉底之后，你会有卸妆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然后你去怪罪这个粉底。那如果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呢，你还是会有这种过敏致痘的情况产生，也有可能就是你真的不适合使用粉底液，那你就可以改使用固状的这种粉饼类产品。终于来到底妆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定妆。那定妆产品大致上会分成这几样，首先有这种粉饼，粉饼就是粉饼通常会搭配粉扑，然后或者是蜜粉饼。蜜粉饼的话呢，它其实是蜜粉压成饼状的质地。那或者是直接这种散粉的这种蜜粉，还有有些人可能会使用定妆喷雾。那定妆的目的呢，其实是要延长你底妆的持妆度。那不同的肤质，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定妆产品。例如说，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容易出油的肌肤，你可以选择比较有控油效果的粉饼类产品，或者是蜜粉饼。那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干肌肤，但是你只是想要稍微有一些定妆效果的话，你可以选择这种定妆喷雾。在定妆的位置并不一定要全脸，譬如说你今天使用的是比较控油的蜜粉，那你可以针对比较容易出油的 T 字部位或者下巴部位去做定妆。那如果你还硬要去定妆在两颊的话，你两颊本来就比较干了，那就会让它变成更干。那但是如果你只是用定妆喷雾或者是这种比较轻薄的这种定妆产品的话呢，全脸清扫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也很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上完 BB 霜、上完粉底液之后，还有需要上粉饼吗？那其实我个人会比较不建议粉底液跟粉饼同时上，因为它非常的容易让你的妆感看起来过重。那再来就是粉饼跟粉底液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只是它们是不同质地，一个是液状，一个是固状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定妆绝非必要，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妆前底妆定妆。那定妆呢，对于如果你今天是比较偏干性肌肤的人来说，我如果在冬天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我是没有一定要做定妆这个步骤的，因为我粉底上完，我的持妆度就 OK 了，我不用刻意为了定妆而定妆。有时候你定妆反而会让你的肌肤变得更干。那相对来说，你比较偏油性肌肤的人，你为了要拉长你的持妆度，为了要抑制出油，就比较有定妆的必要。所以我觉得定妆这个步骤也是很根据肤质的。
终于把所有的底妆步骤都讲完了。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就是比较常见的上底妆问题，因为我在 YouTube 社群有问大家说上底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那整理的几点大家真的很常困扰一些状况跟解决方法，大概跟你们分享一下。那第一个就是大家常常会有暗沉的问题，那暗沉产生的原因通常是因为你上妆时间拉长，那你肌肤因为有分泌一些油脂，然后产生的氧化作用，或者是你粉底跟你使用的保养品互相产生的一些氧化反应，那也有可能是你底妆的色号选择不对，所以时间拉长就会看起来有暗沉的状况。那解决办法呢，就是如果你用了什么粉底都会暗沉的话，有可能是保养品跟你的底妆不适合，那或者是你可以搭配比较好、比较清爽的妆前保养或是妆前乳，然后再去上这个粉底，也有可能去改善暗沉的问题。那记得不管怎样，保湿都一定要做好。再来第二个就是浮粉或卡粉，那这个情况呢，就是比较容易产生在你皮肤有一些细纹，或者是你皮肤比较干燥的状况。那通常冬天跟偏干肌是最容易遇到浮粉跟卡粉的问题的人。那我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要解决这方法最基本的、最根本的方式就是你一定要做好保湿，而且不只有妆前保湿，而是你从夜间保养就要加强起。那如果真的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是你皮肤的保水度不足，也或者是你可能使用了太干的粉底，那这个粉底可能就不适合你。那至于油界卡粉，通常就比较会是毛孔或者是细纹的问题，那这时候你可以搭配一些抚平毛孔细纹的妆前乳来做改善。然后我刚刚提到的，你上妆的方向也是很重要的，你们都可以搭配使用看看。那至于眼下细纹的话呢，我会建议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让彩妆更完美的5个小技巧，我有使用透明蜜粉来做填补的动作，这些都是一些帮助你底妆更完整、更完美的小技巧、小方法。再来第三个常见困扰就是脱妆，很多人上妆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我上了什么时间拉长都会脱妆？要脱妆要怎么办？那其实脱妆呢，是因为你粉体的遮盖力本来就会因为上妆时间拉长，然后你皮肤出油啊，或者是它可能吸收你皮肤的水分而遮盖力下降。那通常比较容易因为个人肤质，比如说你肤质比较偏油，那你出油状况就会让你脱妆情况产生更严重，或者是夏天天气比较热，就会让你的脱妆情形也会变得比较严重。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使用了比较不适合你肤质的粉底等等。至于解决办法呢，请跟着我念一遍。第一个，做好保湿，保湿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不论肤质的。保湿不等于油哦，主要是让你的肌肤有足够的水分。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做好去角质。很多人在鼻子啊、下巴这种容易脱妆的部位，就是因为它有可能没有做好角质调理的动作。那这些地方本来就特别容易出油，所以相对也可能更容易去产生一些老废角质。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平时不管是做化学性或者是物理性的去角质，角质调理是很重要的，真的可以帮助你肌肤比较不容易脱妆，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验。最后第四个困扰呢，就是上妆后会冒粉刺怎么办？那其实它的产生原理跟脱妆还蛮类似，也是因为你皮肤的油脂分泌过于旺盛。那这时候呢，你要解决办法就是你还是要适时的搭配角质调理跟清粉刺的动作。那通常清粉刺跟角质调理会使用到一些酸类产品，譬如说水杨酸啊、杏仁酸等等。那这些产品使用后会比较容易让你的皮肤有干燥问题，所以记得在使用完之后要特别加强保湿，不然你可能就会从本来的长粉刺啊、脱妆变成另外一个脱皮的困扰产生。好，那我终于把所有关于底妆我觉得比较容易遇到问题，然后各个底妆上妆步骤要注意的事项都在这支影片中分享完了。那这支影片我想长度应该会蛮长的，然后资讯量也比较多。有些人看了可能会觉得啊，你干嘛那么啰嗦啊，讲那么多？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看我影片的观众，可能是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化妆，然后真的在遇到一些困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该问谁。那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一一的去回复大家所有的问题，所以希望这支影片真的可以帮助到所有对于底妆有困扰的人。那我也尽量的在影片中分享最多的资讯跟我的经验。总之就是希望这支影片如果真的对你有帮助的话，你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的朋友。大家有时候常常会说，哦，这个产品不好用，那个产品不好用。有时候并不一定是那个东西真的不好用，而是它不适合你，或者是你搭配的产品不对，你用的方法不对，这都会无形中去影响你底妆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所以我不是一个急着去否定一个产品的人，而是我会希望给大家更多这种观念上的东西。那你们有了这些观念之后再去看我分享其他产品，也比较不容易盲目的去乱买，
而是真的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这才是我拍影片分享最重要的目的。好，我再啰嗦下去，这支影片长度真的就要爆表了。那希望你会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